上一集说到朗木寺，这是寺庙的名字，也是一个镇的名字。一条被当地人称为白龙江的小溪，将镇子一分为二，两座寺庙隔江相望，中间还夹着一座清真寺。白龙江的北边是甘肃，南边是四川。由于朗木寺镇地处特殊地段，所以受到两个省共同管辖，藏、回、汉三个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。朗木寺镇几乎集合了甘南地区所有的地形地貌，这里有高山、草原、森林、红沙砾岩，加上蓝天白云，美得像一幅画一样。而前来这里的游客可不全是为了美景，更多的是来感受一份禅意和空灵。这是一座宁静的小镇，并且召唤着一个个渴望平静的人的到来。第二天，我驾车离开朗木寺，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扎尕那，沿途也经过了四川的若尔盖县。一路上风景如画，经过一座座原生态的古村落，我也忍不住停车驻足。这里虽然不繁华，但是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共处。这里淳朴的村民见到游客总会面带微笑。在逛了片刻之后，我便继续驾车前往扎尕那，来到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。在旅馆整理好行李之后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出来找餐馆了。此时此刻，离我上一顿饭已经快有10个小时了。由于我今天的行程是走走停停，原本只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我用了整整5个小时。刚刚在旅馆里面整理好东西，就5点多了，到现在连午餐都没有吃，所以先找个地方吃个饭。我发现扎尕那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原生态了，这里到处都是酒店、饭店，但是游客量呢却不多。我在这里发现一个全自动的转经筒，就是靠下面的水力来转动。这下面整条街都是饭店就是不知道吃什么。有人说去到每个地方都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。我出来旅行这么长时间，我对这句话还是有所保留的。一个人会不会喜欢当地的美食，还是因人而异的。这也是为什么美食博主我做不来。很多时候，对于一些我并不熟悉的地方美食，或者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有食欲的特色食物，我宁愿选择我所熟悉的小餐馆，比如说兰州拉面，或者是沙县小吃等等。虽然我并不是在夸他们有多美味，但起码我知道是什么味道的。手抓羊肉1份98，对吧？哎，要是你是它有没有包含米饭的？包米饭。包米饭分量还是足够的。有没有那个手套？一个人吃这么一大份中午没有吃午餐，到现在饿到手脚都有点发抖了。羊肉的香味，淡淡的咸味。这个是孜然粉对吧？好的。加了孜然粉，有点像是吃羊肉串的感觉。也来学一学本地人嚼大蒜。扎尕那是藏语，意思是石匣子，也可以翻译成石头城。扎尕那地处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坡和四川盆地的交界地带，这里四周被奇峻的群山环绕，像是一座天然的石头城。这里有巨石嶙峋的山峰、幽深狭长的峡谷、绿油油的草原、原始的森林，当然还有第4纪冰川地貌遗迹。这片土地宁静而美好。第2天清晨，我的第一站便是前往东洼村对面的仙女滩。这个滩其实就是一片草地，再往上走还有个仙女湖，不过我并没有过去。今天我的第一站是要去到上面的仙女滩，因为这里是高原，海拔2700左右，所以每走一步都会比较累。往回看一下风景。我住的客栈就是后面这个村落，叫做东洼村。东洼村是扎尕那里面最大的一个村落。扎尕那总共是有4个村落，往这个方向走还有3个村落。
在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观景平台，我们继续往前面走。这里看起来像是帐篷露营区，但是咱们游客的车是不能够开上来的。如果说要把装备给背上来，很显然就太累了。我坐在仙女滩的草地上，因为这里比较高，望得远，我便起飞无人机探探路，看看扎尕那的整体地形。坐在草地上往对面看，我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撼到了。难怪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洛克说：“我平生未见如此绚丽的景色。如果《创世纪》的作者看见迭部的美景，将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。迭部这块地方让我震惊，广袤的森林就是一座植物学博物馆，绝对是一块处女地。它将会成为热爱大自然的人们和所有观光者的圣地。”这里有一眼就让你惊艳的仙女滩，这是扎尕那山峰下的一片宽阔的草甸，一到春夏繁花指景，四周绿树环绕，不禁让人一眼就惊艳。这里和达日观景台遥相呼应，可以眺望整个扎尕那山峰和4个村庄的全景，是扎尕那看日落的最佳地点。这里有秀美又磅礴的峡谷，扎尕那附近有17条峡谷，每一条峡谷的风景都大有不同，有草原，有溶洞，有高山海子，有不亚于九寨沟的美景，很多地方都还未开发。这里的峡谷还是极好的徒步路线，一条穿越溪流、瀑布、石林、佛寺，所见所得都是惊喜。这条路还被称为洛克之路。这里有美到窒息的晨雾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这句话在扎尕那同样适用，因为扎尕那的清晨美到让你无法想象，整个扎尕那上空都被朦胧的雾气笼罩，站在山脚往上看，仿佛置身蓬莱仙境。这里有宛如世外桃源的4大村寨，可以看到最美日落的达日村，扎尕那海拔最高的代巴村，绕拉桑寺而建的扎尕那最大村子东洼村，每到7月就被油菜花包围的夜日村，朝看晨雾夜观星，每一处都是我们向往的天堂。这里有千百年不变的信仰，建于1946年的拉桑寺，坐落在扎尕那北山山下，处在村落之中。圣洁的白塔，藏红的木架，金色的寺顶，色彩斑斓的走廊，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，是7个自然村2500多名信众精神寄托所在。日日被人叨扰，却一直显得不染尘世，让人心生敬畏。每到早晨，当晨光点亮了山峦，山雾缭绕之间，飘扬的彩色金幡，熠熠生辉的金顶，肃穆而庄严。站在寺院前，可以看到扎尕那村寨的全貌，一栋栋藏式木屋层叠而上，远处是绵延山峰，晨雾环绕在山间，宛如一个世外桃源。这是搭帐篷的杆，对吧？对。哦，你们这个帐篷很大。大棒杆子。像咱们游客可不可以过来搭帐篷？不行。哦。扎尕那这个旅游景点已经逐步在开发了，也开始收门票了。我进来是花了80块门票。我所住宿的东洼村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做民宿、餐厅或者是商店，这里的民居也就不是那么的原生态了。但是我在用无人机探路的时候发现，原来在靠近寺庙的一处，还有一座没有任何修饰的老民居。我很好奇的前往并一探究竟，看看这里最原生态的房子。现在我就来到了这座原生态的房子了，看看能不能推开门呢，进入里面去看一看。这座房子的屋顶呢都已经长草了，这里被一块板给堵住了。看一下侧门，侧门是没有锁的。这种原生态的房子啊，你看它的墙壁是用这种小的树枝编织一下，然后呢再涂上泥巴，就变成墙壁了。这边的围墙也是用同样的材料做的。整座房子的材料啊，就是用木头和泥巴。在过去，就连地板都是泥土的。这里还有一整排房间，过来看一下。这里还有一面玻璃，
在房子里面都长出蘑菇来了。这个房间里面还摆放着一些家具，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呢是蛮大的。相信这边呢就是床了。这里还有一面老的镜子。在这个房间里面呢，地板就是用木头铺的。这座原生态的房子，它的建筑材料啊，除了木头就是泥巴。你看我后面这个房子呢，我有理由相信是用来养牛养羊的，而后面这个门进去啊，才是真正用来住人的。这里还有一条木梯，上去上面看一下。这屋顶上面已经全部都长草了，因为它上面呢也是抹了一层泥。站在这上方往下面看啊，除了这一座原生态的建筑以外，下面的那些建筑啊，全部都是新的。不过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随着他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，也是需要去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的。下面这些房子虽然是新的建筑，但是同时也是保留了很多他们藏族的特色。一个地方如果逐渐被商业化，也许很多人会说，现在到处都是旅馆、商店、餐厅了，不值得去了，因为已经没有多少原生态的东西了，也看不到什么古迹了。我到过很多古村落或者古镇，也看到过不少原生态的古镇和高度商业化的古镇。在我看来，能够商业化的地方，恰恰说明这是一个好地方，它能够汇集全国各地的商人来这里开民宿、商店、餐厅，就必然能够给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好的住宿和用餐服务。如果一个地方全部都是本地人，因为没有文化上的交融，结果你会发现，想找一家合胃口的餐厅都很难。商业化本是好事，可怕的是让那些无良商人混迹进来宰客，这就是我对一个景点商业化的观点。如果说西藏代表着圣洁，新疆代表着天堂，那么甘南亦能让你感受新疆之美，亦能体验西藏之盛。